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今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这期视频正好也想和大家聊一个和快乐有关的话题，为什么我们越长大越不快乐？或者说，怎样恢复我们原本的生命力？在向我咨询的网友中，许多人都会提到，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感知快乐的能力逐渐下降了，而乏味和无聊的感觉却与日俱增。这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当然，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感到不快乐的原因必然是有差异的。这种不快乐常常是因为某些负面事件的冲击，也和自身所处的环境逐渐恶化有关。不过，今天我想讨论的是普遍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在成长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创伤和挫折，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快乐。那么，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吗？人还能够重新体验到儿童时的快乐吗？拿我自己来说，小时候我经常陷入一种类似于幻想的状态。当我看一部动画片或是电视剧，又或是读了一个故事或者小说，我都能很快地沉浸其中，无意识地让自己带入剧情里的某个角色，体验这个角色的各种情绪。不论主人公的情绪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扮演这个过程都让我体会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有时候我只是自己摆弄一些玩具，也会自编自导一些剧情，假想自己置身于各种各样的场景。在这种状态下，我可以是某个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完全虚拟的人物，我能够随意地切换成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这种切换不受时空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我想很多人童年都有类似的体验，直到成年后也很向往和怀念那种自由的、不受现实约束的感觉和能够随时沉浸其中的注意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现实的压力，人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难以进入那种专注的状态。比如，我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为了回应人际压力，我必须终止我的想象，把自己的人格调整到能够适合于学校生活的状态。我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能够使老师和同学尊重我，因为不被尊重的感觉会更加难受，会破坏我的精神状态的稳定。于是我可能会专注于提高成绩，不得罪别人，注重于发展这部分的能力。再比如说，我是一个军人，军队的环境也要求我必须压抑自己许多细致的感受，要学会放弃自己的想法，服从命令。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对一个人的人格状态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护士就被要求要拥有温柔的人格面具，心理咨询师要宽容、温和，让人有抱持的感觉，公务员、医生、商人也是如此。所有的社会身份都存在相应的人格状态，比如你是一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你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或者40岁的中年人，你需要根据你周围的社会规范，塑造自己的性格，不断调整自己的外在言行和内在的思维和感受。我想说的是，人格面具本身并非坏事，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须的东西，这与社会的体制、文化无关。但人的精神世界就像大自然的生态圈，当某一种人格面具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或者称之为霸权，就会不可避免地挤压其他人格的生存空间，汲取和剥削其他人格的能量。结果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格面具变得越来越极端化，它会生成一套自己的语言和叙事来解释一切。在这种叙事里，其他人格会被描述为糟糕的、可怕的、可耻的、黑暗的。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摆脱主导性的人格面具时，他的心理发展就是不健全的，也必然会感到不快乐。而这种不快乐往往是难以言说的，因为主导的人格面具掌握了话语权和解释权，那些能够反驳和解构主导性人格面具的观点、思想会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黑暗的角落。这也就是荣格所说的阴影。阴影是人格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型，它代表了一个人潜意识当中那些原始的、自然的、自私的部分。阴影极其复杂，人性中最好和最坏的品质都可以在阴影中找到根源。在成长过程中，阴影原型逐渐受到压制，人变得越来越符合集体的规范，在外在言行上显得更加文雅，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但却常常牺牲了内在的活力和丰富的情感，感觉自己的生活似乎更加无趣。不过，阴影也并不会完全被人格面具所消灭，它只有在某些时刻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才会表现出来，比如突如其来的灵感、内心深处的启示和梦境。
如果我们想要看见那些受压抑的自我，就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些内在的声音，分析其中的符号和背后的象征意味。那么，为什么我们难以从单一的人格面具中解脱出来呢？这与所处社会环境的支持程度有关。假如我是一个从小被教导要温柔、知性的女性，我会发展出一套相应的世界观，比如温和才是世界进步的动力，宽容与忏悔才能化解敌意。这套人格面具也会指导我的人生，比如我会认为只有温和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喜欢，拥有美好的生活。我的职业、我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这种温柔的人格面具上。当然，上述这些观念在很多时候是正确的，但它不应该带着恐惧和强迫性，而应该是个体自发和自愿的。然而，当我已经习惯了以温柔的形象示人，并且周围人也是这样看待我时，这也会让我恐惧失去它。我会恐惧和压抑自己内心里时常涌现出来的那些暴力、冷漠、自私等等不那么温和的，以及具有攻击性的念头。这些想法被我看作是可怕的、不道德的。然而，这些想法在另一个环境中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也可以被表述为勇敢、坚决和敢于冒险的。这些不温和的想法也同样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当它表现出来时，也同样可以获得他人真诚的喜欢和敬佩。如果我们身上的那些彼此相反的特质都能够得到自由的舒展，并且被我们真正的给活出来，那么我们也会感到更自由。当然，不同国家对人的宽容度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年龄焦虑和身份焦虑会更严重。在很多国家，人们并没有一个关于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的共识，这就使得一个人很难被类型化、标签化，在做出行动时更少地考虑外界和主流社会的看法，因为所谓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多元化的思想和价值观更能够保证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是独立自主的，因为他很容易感到自己并不孤单。而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社会，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在某些时刻是独自面对大众的，从而更加容易屈从于所谓的主流选择。比如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都被规定了所谓的中心任务，比如上学、工作、买房、结婚、生育等等。他的生活只是在具体的数据和世俗表现上不可预测，但在选择方向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上却是高度可预测的。然而，这个大方向却并不是自己思考和总结出来的，而是被预先灌输的结果。结果是，当自己踏入婚姻，确立了工作，过上了原先所期待的稳定生活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已经被完全捆绑，人生已经很难再开启其他可能性。此时，人往往就只能寄希望于职业上的突破来打破僵局，比如获得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但在其他方面都被捆住手脚的情况下，职业上的突破也是很困难的。当越来越感知到职业上的天花板和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桎梏时，人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和虚无，这就是很多人所面临的中年危机。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这种中年危机似乎是大大提前了。当我和一些来自高考大省的高中生聊天时，我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是悲观的，他们不认为自己能考到更好的城市，即使考上了好的学校，等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只会更糟糕，所以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开始提早按照最保守的方式去规划未来，比如瞄准某些体制内的工作，从大一就开始准备，或者去参军入伍，因为据说参军后国家会分配工作，还会发放补贴，他们不认为自己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当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却又感到那是一个更加逼仄和绝望的状态，这可以看作是中年危机的青年版。他们大大低估了自己对自由的需要，高估了外界标准对于自我的影响力。也许他们内心深处早就有所怀疑和动摇，但他们没有重视这些宝贵的信号，反而将其视为可怕的洪水猛兽。总的来说，当一个人的亲密关系无法充分接受他的感受和思想，当他的生存状态使他不得不扮演某一种特定的人格时，他的精神世界就被异化为生存的工具。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表演，越来越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恐惧被那些黑暗的力量吞没。但是，只有接近那些黑暗的力量，尝试了解和倾听他们的诉求，才能找到平衡自己精神世界的方法。
这需要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保持开放，要寻找和靠近那些能够对我们的思想少提要求、少做评价，只是保持观察、理解、信任和尊重态度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的关系才是对我们有助益的。在这样的关系中，我感到我可以随时换掉自己的面具，可以表现出不道德的念头，可以不受指责。然后就是寻求更加自由的生活。当我拥有了宽松自由的生活状态，我的生存并不直接地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意志时，我也会更可能拥有自由的心态。当然，这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总的来说，越是靠近这种自由的状态，我们就越能够体验儿时的那种快乐。而这种快乐与儿时的快乐又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它不再只是基于幻想，而是现实和理想的合一。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和教育这个列表内。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